小粉狮之富通系列超商篇第1章。在遥远的国度里，住着一只特别的狮子，名叫李丽。李丽和其他狮子不一样，它拥有一颗温暖的心，喜欢帮助别人。这天，李丽决定去镇上超商买一些食物，为村民们准备一个盛大的晚宴。在超商里，李丽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欢迎使用行动支付，享95折优惠。李丽好奇地问店员：“行动支付是什么呢？”店员笑着说：“行动支付是透过手机或电子钱包进行交易的方式，可以让您更方便地购物，还能省钱。”李丽想，既然如此，她就去银行开户，把钱存进银行，然后再用行动支付来买东西。于是，她走出超商，踏上寻觅银行之路。在银行的门口，李丽遇到了一位亲切的行员。行员问道：“先生，需要帮忙吗？”李丽告诉行员，她要开立一个账户，并询问行动支付的相关事宜。行员热心地回答：“开户非常简单，只要准备好身份证件和一些文件，我们就可以为您办理。一旦您的账户开设完成，您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行动银行 App 进行交易了。”李丽在行员的帮助下，顺利地开设了账户，并将钱存进银行。之后，她下载了行动银行的 App， 并按照指示完成了登录和设定。终于，李丽学会了如何使用行动支付。她回到超商，使用自己的行动支付购买了食物。过程中，他发现行动支付不仅方便，还真得省钱。离开超商后，李丽想在村子里分享她的新发现，于是她赶紧跑回家中，拿出电脑，编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向村民们介绍行动支付的好处。隔天，许多村民收到了李丽的邮件，他们对行动支付感到好奇，便陆续前往银行开户，并尝试使用行动支付。村民们都对行动支付的便利性和省钱性感到非常满意。他们还邀请李丽参加他们的聚会，向更多的人推广行动支付。从此以后，李丽和村民们都爱上了行动支付。他们觉得它真的是太方便、太省钱了。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李丽的勇气和好奇心。从此，李丽成为村子里的英雄。她继续帮助村民们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行动支付则成为村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个可爱的村子里，李丽和村民们相依为命，共同成长，而行动支付则成为连接着他们的新血脉，让他们的生活更美好、更便利。这就是关于可爱狮子李丽和行动支付的故事。希望你也会喜欢上这种方便、省钱的交易方式，并和亲朋好友们一起分享它的好处。小粉狮之富通系列超商篇第2章。在李丽狮子帮助村民们了解行动支付后，他们对于这项技术抱持着高度兴趣。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行动支付的优点和使用方法，村民们决定召开一场村民大会，邀请李丽狮子作为主讲嘉宾。在村民大会上，李丽狮子向大家详细地介绍了行动支付的优势，包括不需携带大量现金，可避免现金损坏或遗失的风险，以及透过 App 可以更方便地管理财务和交易记录。此外，李丽狮子还分享了她自己使用行动支付的经验，并教导村民们如何开设银行账户、下载行动银行 App 以及完成相关设定。村民们对于李丽狮子的讲解十分感兴趣，他们踊跃地向李丽狮子提问，并对行动支付的心得与经验分享。李丽狮子耐心地回答每个问题，并鼓励村民们趁早体验行动支付，以享受其带来的便利和省钱效益。在村民大会结束后，
许多村民立即前往银行开设账户，并尝试使用行动支付。他们对于行动支付的表现都感到相当满意，并纷纷向亲朋好友推荐这项技术。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使用行动支付，整个村庄的金融交易变得更加便捷，村民们的生活也更加便利。李丽狮子因其积极推广行动支付的作为而受到村民的尊敬和感恩。从此，行动支付在村子里成为一种主流的交易方式。村民们都对李丽狮子的智慧和付出表示赞赏。在未来，村子里的居民将继续受益于行动支付所带来的便利和好处，而李丽狮子也将一直作为村子里受人尊敬的英雄，为村民提供帮助和支持。小粉狮之富通系列超商篇第3章。在村子里，除了李丽狮子以外，还有一位村民王大婶，他对于行动支付也很感兴趣。在听完李丽狮子的讲解后，王大婶决定亲自去银行体验行动支付。在银行里，王大婶遇到了一位很有耐心的行员，行员细心地指导他如何使用行动银行 App 进行交易。王大婶跟着行员的指示，成功地完成了第一笔行动支付交易。完成交易后，王大婶感到非常兴奋和成就感。他觉得他终于跟上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了。他决定把使用行动支付的经历与所有村民分享，让他们也能够体验到行动支付的便利。于是，王大婶在村子里开设了一堂免费课程，教大家如何使用行动支付。他一一回答村民的问题，并鼓励大家下载行动银行 App， 并尽快前往银行开设账户。在王大婶的带领下，村子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行动支付，他们都对行动支付的表现感到十分满意。村民们都对王大婶表示感谢，因为他为他们带来了这么方便的交易方式。在村子里，李丽狮子和王大婶这对好搭档，共同帮助村民们适应了行动支付这种现代科技。他们的努力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和赞赏，大家都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从此，村子里的居民在交易时更加方便快捷，生活品质也得到提升。李丽狮子和王大婶成了村子里的英雄，他们的事迹将一直流传下去，激励着村民们不断进步和发展。小粉狮之富通系列超商篇第4章。在李丽狮子和王大婶的持续推广下，村子里的居民越来越熟悉行动支付这项技术。他们发现使用行动支付不仅方便快捷，还能够有效地管理财务和降低交易成本。为了进一步帮助村民们充分利用行动支付，李丽狮子和王大婶决定组织定期的工作坊和课程。在这些活动中，他们不仅会详细讲解行动支付的使用方法，还会分享他们自己使用行动支付的经验和收益。在工作坊和课程中，村民们纷纷提出各种问题，如如何下载行动银行 App， 如何开设银行账户，如何进行线上转账和付款等。李丽狮子和王大婶则耐心地回答每个问题，并提供实际的操作示范和建议。在工作坊和课程结束后，村民们纷纷回到家中尝试使用行动支付。他们发现，相较于以往使用现金和支票，行动支付确实更方便、快捷，而且还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务。在使用行动支付一段时间后，村民们对此技术表现出了高度的满意度。他们认为，行动支付不仅节省了时间和金钱，还使他们对个人财务管理更加重视。许多村民表示，他们现在更愿意花时间学习和使用新技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在收集到村民们的意见和建议后，李丽狮子和王大婶将其汇总并提交给了银行和相关部门。他们提供的反馈意见对于改善行动支付的服务和使用者体验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行动支付的普及，村子里的居民在交易时更方便、快捷，而且还更加重视个人财务管理。李丽狮子和王大婶的努力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和赞赏，他们的事迹将一直流传下去，激励着村民们不断进步和发展。透过李丽狮子和王大婶的经历，我们看到无论年龄或职业为何，只要有一颗帮助他人的心，所有人都能为社会带来正向的改变。他们的爱心、耐心和专业知识，不仅帮助村民们融入了现代社会，还让整个村子变得更加和谐与繁荣。小粉狮之互通系列超商篇最终章，在读者将行动支付推广到自己社区的过程中，除了举办工作坊和课程外，还可以考虑与当地银行或金融机构合作，提供专门的行动支付推广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包括专为居民设计的行动支付优惠、赠送小礼物或参加抽奖等。这样的合作不仅能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其中，还能显示出政府或相关机构对于推广行动支付的决心和支持。在活动中，读者可以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向居民介绍行动支付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并回答他们的问题。此举将有助于增加居民的信任和信心，使他们更愿意尝试使用行动支付。此外，读者还可以在社区张贴海报或发送传单，提醒居民注意网络安全和保密保护，尤其是在进行线上交易时，这将有助于减少居民的疑虑，使他们更放心地使用行动支付。在推广过程中，读者还可以邀请已经熟练使用行动支付的村民或朋友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收益。这些见证人可以为其他居民提供真实可靠的经验，以证明行动支付的优点和价值。总而言之，透过与当地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合作，举办推广活动，答复居民问题，提醒网络安全和邀请见证人分享经验，读者将更能够成功地将行动支付推广到自己的社区。这不但能提升居民的交易体验，还能让他们更加重视个人财务管理，从而促进整个社区的金融发展和进步。你可以进一步描述在推广行动支付时，与当地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合作方式，以及如何举办有效的推广活动。在与当地银行或金融机构合作时，读者可以提供特别优惠或折扣，作为居民使用行动支付的奖励。例如，银行可以为使用行动支付的客户提供较低的贷款利率或存款利息，这将有助于激励居民使用行动支付，并显示出银行对该技术的支援和重视。在合作细节上，读者可以与银行或金融机构共同商定推广活动的内容和时长，例如推出限时行动支付优惠，或在特定日期内为新使用者提供免费礼物。此外，双方还可以共同策划宣传材料，包括海报、传单和社群媒体贴文等，以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在举办推广活动时，读者可以安排多场工作坊或课程，以满足不同居民的需求和时间安排。在活动中，居民可以学习到行动支付的使用方法、安全措施和常见问题解答等。读者还可以邀请已经熟练使用行动支付的村民或朋友担任助教或讲师，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知识。你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如何在社区推广行动支付的具体行动计划，包括与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合作、举办推广活动，以及与居民互动的时间表。以下是可能适用于你社区的具体行动计划：一、与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合作。A. 与当地银行或金融机构会面，提出合作推广行动支付的想法。B. 提出合作方案，例如为使用行动支付的客户提供特别优惠或折扣。C. 共同商定推广活动的内容、时长和预期成果。D.
D. 共同策划宣传材料，如海报、传单和社群媒体贴文等。E. 安排银行或金融机构的代表出席社区推广活动。2. 举办推广活动。A. 安排多场工作坊或课程，以满足不同居民的需求和时间安排。B. 邀请已熟练使用行动支付的村民或朋友担任助教或讲师。C. 在活动中讲解行动支付的使用方法、安全措施和常见问题解答等。D. 安排居民提问时间，并及时回答关于行动支付的所有问题。E. 在活动结束后，收集居民的反馈和建议。3. 与居民互动。A. 在社区公告栏或网站上发布关于行动支付的相关资讯。B. 利用社群媒体平台与居民保持联系，分享行动支付的优点和好处。C. 定期举办社区会议，让居民有机会向你提出关于行动支付的问题或建议。D. 在推广活动中安排小组讨论或分组活动，鼓励居民相互学习和支援。E. 为推动行动支付设立一个专门的联络人，居民可以随时与你联络。在执行此计划时，你可将每一步都分解成更具体、更易于执行的步骤。例如，在与银行或金融机构合作时，你可以先研究不同银行的优惠方案，并根据哪家银行的方案最能满足你的社区居民的需求，决定与哪家银行合作。在举办推广活动时，你可先确定工作坊或课程的主题，如行动支付的入门、如何使用行动支付进行交易等。然后，你可以邀请已熟练使用行动支付的村民或朋友作为助教或讲师，为他们提供关于如何在社区推广行动支付的培训。最后，在与居民互动时，你可先确定社区公告栏或网站的主要联络方式，并安排定期与居民召开的社区会议。在推广活动中，你可安排不同的小组或分组活动，以满足不同居民的兴趣和需求。透过按照这个具体的行动计划进行操作，你将更能够成功地将行动支付推广到自己的社区。记住，与居民保持密切沟通和互动是关键，这样你才能不断改进行动支付的推广和应用。你可以进一步描述如何让村民们在使用行动支付后，更愿意继续使用这项技术。在村民们初次体验到行动支付的便利性后，为了让他们更愿意继续使用这项技术，你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1. 维持技术稳定性。银行或行动支付服务提供商应确保技术稳定性和安全性，避免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中断或失败的情况。当技术稳定性得到保证，村民们将更愿意继续使用行动支付。2. 提供持续的优惠和奖励。为了鼓励村民们继续使用行动支付，你可以与银行或行动支付服务提供商商量，提供持续的优惠和奖励方案。例如，可为定期使用行动支付进行交易的村民提供积分或现金返还等。3. 提供简易的学习和支援资源。为了帮助村民们更轻松地掌握行动支付的使用方法，可以提供简易的学习和支援资源，如制作简明易懂的教学影片、手册或问答集等。这将有助于解决村民在使用行动支付时遇到的技术问题。4. 建立使用者社群。可建立一个由使用行动支付的村民组成的社群，让他们可以在其中分享经验，提出问题和建议。这样的社群可以提供相互支援和鼓励，有助于提高村民们继续使用行动支付的意愿。5. 透过成功案例和口碑宣传，可向村民们分享其他已成功使用行动支付的成功案例，并邀请他们分享自己的使用经验和好处。口碑宣传往往是推动村民继续使用行动支付的最有效方式之一。6. 定期收集反馈和建议。定期与村民们沟通，收集他们对行动支付服务的反馈和建议。
根据他们的意见和需求，不断改进行动支付服务，可让村民们更满意这项技术，并更愿意继续使用。关于你在推广行动支付时所遇到的挑战，我给出以下建议：一、建立信任和信心。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部分村民可能对新技术存有疑虑。为了建立信任和信心，你可以举办公众论坛或座谈会，邀请银行、行动支付服务提供商和已使用行动支付的村民出席。村民们可以就他们的经验和疑虑进行交流，以消除疑虑和不安。二、提供个人化支援。对于不熟悉行动支付的村民，你可以提供个人化的支援和指导，例如安排专人协助他们开设银行账户和下载行动银行 App。你还可以安排资深的村民或社区领袖担任志愿者，为新使用者提供技术支援和指导。三、强调隐私和安全。隐私和安全是村民使用行动支付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你可以与银行或行动支付服务提供商合作，保证村民在交易过程中的隐私和安全。同时，你可以制作明确的说明材料，向村民解释行动支付的安全措施和风险，消除他们的担忧。四、循序渐进。为了让村民们更轻松地适应行动支付，你可以先在社区内推广较简单的支付方式，如使用 QR 码或扫码支付。当村民们对这项技术越来越熟悉时，你可以逐渐引入更复杂的支付功能，如转账和缴费。五、多渠道宣传。为了接触到更多的村民，你可以在社区内设立宣传横幅、大声公和广播器等。在网上，你可以使用社群媒体和论坛等平台进行宣传。同时，你可以邀请当地媒体前来报道行动支付在社区的推广情况，以增加曝光度和影响力。通过实施这些策略，你应该能够帮助村民们更放心地使用行动支付，并提高这项技术在社区的普及率。记住，持续的沟通和支援是成功推广行动支付的关键。故事介绍到此，祝你生活愉快，身体健康。